大二李灿，其实很多朋友都问过一个问题，就说在中国能看 YouTube 吗？我知道很多朋友是抱着好奇的心理去问这个问题，当然也存在一部分人呢，他是抱着嘲笑的心理去问这个问题。在中国真的能上外网吗？在中国真的有言论自由吗？今天我就和大家好好说一说。首先，什么是外网呀？是这么回事儿，因为在中国网络和国外网络之间啊，存在一堵高墙啊，高出天际的高墙。很多看过这个《权力的游戏》的朋友都知道，北京长城它就是一堵高墙，是我们兵做的。它的目的何在呢？就是为了防止异鬼的入侵，对不对？那么中国这堵高墙，它其实应该严格意义上可以称作防火墙嘛。它的目的其实就为了防止一些信息的渗透。那么咱们首先回归最开始的问题，在中国能看 YouTube 吗？其实在中国啊，生活了很多国外朋友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从小到大这个生活习惯呀等等，他们是非常依赖于自己从小到大用习惯的一些 APP 的，比如说 YouTube 啊、Facebook、Google 等等。他们陡然之间到中国之后，会发现特别的不适应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他们就与世界隔绝了呢？是不是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呢？答案肯定是否定的，对，因为其实他们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上外网的。中国这堵高墙，它把守的并不是那么严格。很多人也知道，就是在 YouTube 上，其实有非常多的华人博主啊，除了海外的华人、港澳台地方这些人之外啊，还有中国大陆的，而且其实是占大多数吧，我觉得。比如说像李子柒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虽然他最近断更了，但他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视频啊，制作的非常精良，对不对？受到很多人喜欢，同时也被中国政府所推崇、所鼓励，甚至奖励，认为他是传播中国文化非常有利的这么一个人。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，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鼓励大家去外网去传播中国的文化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程度上，其实说实话，这个墙啊，它其实有很多门可以自由的出入，只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钥匙有没有这把钥匙。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啊，就在中国确实是能上外网的，可以看 YouTube。只要你知道这个技术手段，这个技术手段其实很简单，就是 VPN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高墙树立起来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有3个原因嘛。第一个其实是一个相对附带性的这么作用啊，咱们先从最不重要的讲起来，它就是去屏蔽啊、过滤一些色情的网站啊，对不对？其实说实话，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吧。你以为在中国就看不到这些东西吗？但是怎么说，在外网上，它的资源还是海量的。很多人，很多中国的网民啊，他到外网上主要一个目的就是看这些资源，就是遨游在这个色情资源的海洋里头。确实，这是一个很多人的需求啊。其实这也没有什么，食色性也，而且吧，饱食思淫欲。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这点咱们就不细究了，因为它不值得大书特书啊。讲第二点其实比较重要，就是防止民主渗透嘛。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大学才毕业的时候，当时整个世界啊，民主运动这个风起云涌啊，如火如荼。比如说像这个阿拉伯之春等等，对不对？当时因为我学的也是外语专业，对，而且因为学的是英语，所以对西方那个媒体啊，有一种仰视的这种感觉啊，觉得他们说的一定是对的。所以当时看到阿拉伯世界，哇，这个觉得真的是心潮澎湃的感觉吧。所以我这样一个人，上了大学这么一个人，我觉得都是有这样的想法。其实我想想，可以推而广之，其实很多年轻人是特别容易为这些想法所着迷的，所蛊惑的。但是后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这个所谓的这个阿拉伯之春等等这些民主运动，它的这些颜色革命等等，它带来的未必是什么很好的结果，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结果。当时这个中国的环境其实挺危险的吧，内外交困，我可以这样说，就是中国当时因为经济发展还不是特别好啊，而且当时腐败比较严重嘛，所以民众对政府其实是很不满的。所以民主运动它虽然外网被这个阻隔了，但是呢，它其实通过比如像微博这种社交媒体啊，还是在中国民众间掀起了一些波澜。当时中国就是在微博上啊，最有势力的一帮人就是公知啊，公共知识分子啊，他们是这样说的。他们其实的这个主要的能力其实就是宣传。
西方的民主制度啊，向中国人民许一个乌托邦啊，海外的乌托邦啊。但是呢，其实怎么说，渐渐的，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越来越好，人们的这个怨气慢慢平消，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之后，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幸福指数越来越高，对政府的信赖度、信赖感越来越高，这些公知它就没有市场了，慢慢被取代了。在很大程度上，你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爱国。通过很多人就去过国外的人发现，就是在国外啊，它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乌托邦。在国外，它也不过就是生活而已。你要是没有足够的能力，你在哪里都不会过上特别好的生活啊。但是当时宣传的这个是，当时民主运动宣传就是，你只要采取西方的民主制度，或者你只要到西方生活，你就能过上非常完美的生活啊。这些梦大家都碎了，而我们会更为踏实的、务实的去前进。第三点，其实我觉得和这个是大概相关的，就是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啊，兴起的这个互联网企业，对不对？像谷歌呀、Facebook 啊，对，当时都成为了一些巨头啊。任何国家这个类似的互联网企业，在他们面前基本上都不是敌手，基本上都会被轻易的碾压啊。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墙啊，有一定的目的，或者它的带来的结果吧，是保护了中国处在萌芽期的这些互联网企业。我其实想起一个事儿，就是当时这个微软进入中国之后呀，微软这个操作系统是特别贵的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呢，在中国盗版横行啊，就是微软在知道中国盗版横行的这个情况下，它采取的这个措施是让人大跌眼镜的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的。它是听之任之。但是盗版横行嘛，继续横行，这一招才是真正的非常高明的招数啊！是怎么样？就当时中国其实本土也在研究一些操作系统。假如啊，就是微软这个，他当时就必须中国人必须购买这个正版的，就中国人民当时的购买水平是很低的，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择不用这个微软操作系统，转而去用中国的这些操作系统。虽然一开始可能会比较慢呀，比较不方便。但是只要有更多人去购买，有更多这个消费的需求，中国本土这个操作系统肯定会慢慢发展起来的。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实情呢就是后来微软呀，就让这个盗版在中国横行，然后之后就把中国本土所有操作系统都打败了。其实这个逻辑是可以推到任何这个中国崛起的互联网企业的。当时不是 Facebook 扎克伯格啊，对，还到中国来了，秀了一口非常蹩脚的中文，对不对？假如 Facebook 也进来了，谷歌也进来了， YouTube 也进来之后，中国这些本土的这些互联网企业肯定是没有任何还手之力、招架之力的。但是历史给了另外一种可能性，就中国这些互联网企业因为有这个墙的关系，慢慢发展起来了，而且发展的非常好，非常茁壮啊！就像后来这个抖音甚至出海了，成为了 TikTok。反向输出了，所以中国本土也有了非常能打的这互联网企业。而且说实话，在现今这个世界上，我觉得真正能打的这个互联网企业也就只有中国和美国了。所以墙对中国这些互联网企业是非常友好的。那么现在咱们看，就现在中国人对这个墙是什么想法呢？其实因为中国本土这个互联网企业得到了保护之后，它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它提供了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很多内容，所以它做得越来越好之后，其实中国人民对国外这些东西它的向往程度就越来越低了，因为在国内都能得到，不管电视剧、电影啊、娱乐节目等等啊，所以中国人民已经很满足于国内这个网络，对外网并没有那么的强的欲望去了解、去探索啊。虽然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也会出去看，但是其实是抱的有一定的目的性。而且这些目的性并不是说特别强烈的渴求，真的有一天不能用了也无所谓。但其实在另外一个程度上，就是之前那个民主渗透这一块，因为慢慢成长起来这一批年轻人啊，他们是没有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感受过就中国特别弱小，这个时候他们慢慢成长的过程中，中国一天比一天强大，所以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国外的这不管 Twitter 啊 YouTube 上都不断的宣传中国的好啊，甚至很多人做的比较的过火，被赋予了小粉红的这么一个头衔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在现在这个状态下，中国人并不是特别需要外网，但如果你想要在中国看 YouTube 这些的话，我觉得也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。